Hello，大家好，我是林彦廷。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台湾的 LM。那我现在是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目前是博士候选人。那大家是想到这个台大的简写 NTU 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应该很容易联想到它就是台湾大学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不过如果你去问 ChatGPT 的话，它其实可能一半一半会告诉你说，不对，它其实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简写也叫做 NTU。那如果你去问我们的模型，我们这个台湾的 OLM 的话，它就会回答你说，这个是国立台湾大学，然后在台北台湾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为什么台湾可以训练自己的 LM， 或是需要自己训练的 LM， 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跟这个简便性那会是这个语言模型在落地或是渗透到各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说，我们做出了2版这个台湾 LM 的模型是如何做出来的。好，那另外我们再回到最一开始的 motivation， 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那这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从 GPT-4 technical paper 里面取下来的。那他这边讲说，OpenAI 在还没有训练 GPT-4 最大的模型之前，它已经可以成功预测说它到底会多么的好。那多么的好是用他们如何在他们OpenAI 内部的这个 codebase 的表现而言。那这个 Y 轴的话是这个错误率，所以错误率是越低越好嘛。那这个 X 轴的话，它是 compute 就是有多少资料乘上你模型多大。那你的 compute 这边是到1的话，就是等同于 GPT-4 的大小。那 GPT-4 在最右边，我们的模型大概在这中间位置，我们的运算量其实相差了10000倍。那10000倍在业界这个，其实你会想的话，这其实是差距很大的，因为差了4个零，差个4个零，不仅是我们资料比较少，那资料就关乎于说，你投入多少人力成本去清资料然后去把它资料调整成这个模型可以训练的形式然后或是说我们语言的差别，因为我们是繁体中文嘛，繁体中文本身就是可能只占了1个百分比或者0.1个百分比在全世界的文本上面。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模型大小，模型大小就关乎你可能有技术人员的厉害的程度可不可以 handle 很大的模型的训练或者你有多少的算力在你的这个军火库里面，你可以去使用。所以我想至少我们现在这个是在这个台大做了一个学术研究的 project， 离 GPT-4 其实还差了一段蛮大的距离，就是4个零。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开始做出一个小小的成果，那可以也有借由接下来更强大的业界或者说政府然后把这个案子继续接下去。那我们也尽量在可以的情况下开源了所有的程式码或是资料或者模型。好，那我刚刚讲到资料，整个网络流量呢，大部分其实都是英文跟西班牙文或者俄文、德文。那中文呢，其实只占了1个百分比，那如果你看中文里面，中文又有分简体中文跟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其实基本上占了90% 的比例，那繁体中文可能只占了10% 的比例。这是从维基百科上面拿出来的数据。不过因为中国人都是用简体中文嘛，简体中文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被中国的防火墙挡掉了，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比例其实上差距可能更悬殊。好，那我们基本上做了东西我们都是从 Llama 2开始去训练，我们去做了3阶段。第一阶段的话是做继续的预训练 continue 的 pre-training。那第二阶段的话，就是 follow 现在大家常用的趋势，就是做一个让模型可以对话的 supervise fine tuning， 或是说instruction tuning。那第3部分也是同样的 supervise fine tuning， 不过我们有特别去融合2、3步的资料，去把它训练在那个实际使用者可能会问的问题上面。好，那第一步呢？
第一步其实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让原本的，比如说国外的大模型，比如说 Llama 2，或是中国的模型，或是日本的模型，然后你让它直接会讲中文的字，然后会用中文的繁体中文去跟你对答，其实这样是不太够的。你需要去，你要它如果一个模型，就算它只会讲中文，它里面的文化、价值观啊，或是我们英文讲 cultural nuance， 那它其实会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是刚刚问那个 NTU 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之后还有一个例子，我是问说发票载具是什么？发票载具就是非常台湾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国没有不会有这种发票可以兑奖的事情嘛，所以你问这个美国的模型，他当然不知道。那载具的话，而且发票载具也是其实也是比较近期，可能近10几年才有的东西，所以以前的文本也没有 cover 到。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模型可以回答到成功回答说跟你讲说载具是什么，大部分的归功于就是我们有再次进行这个预训练，把很多台湾的文本给训练进去。那我们有2版的模型，就是 V1 跟 V2。如果这边没有特别讲的话，我们都是以V2 的模型为主。那 V1 的模型呢，我们训练的文本是维基百科跟这个网络资料 Common Crawl。维基百科本来就有分这个简体、繁体，或是分各个语系了。那 Common Crawl 呢 ？Common Crawl 我们是先从中文大 ZH 这个大中文的这个分类里面，再去分出简体跟繁体，我们再去当中去做一些必要的 filtering。好，那第2版呢？因为我们发现第1版呢，我们训练出来，我们后面的调教其实要调教很多东西，主要就是因为它有网络资料掺杂在里面，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 filter 到让这个文本非常的干净，或是说完全内容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容，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诈骗啊、色情啊，或是一些比如说太政治性啊，或是一些政令宣导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那我们第2版呢，决定就是直接把我们就是试试看，直接把网络资料全部删掉。那我们可以做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同时获取了其他大量的新闻啊、社群媒体的东西，然后还有法律文件啊、维基百科啊，或是一些少量的书籍啊，因为我们有这些其他的这些总数、其他的文本，那来去弥补网络资料网络资料不用网络资料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可以分为刚刚这边写的这个法律文件跟维基百科是最后都融到这个第三个 row knowledge base 这边，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总共有的 token 数跟 document 的数其实是算是相较于其他以前台湾的模型的话是非常的多，但是相较于世界上的模型的话是显得非常的少。我们的模型的token 总数是35个 billion， 1个 billion 是10亿，35个 billion 就是350亿个字。好，那相较于外国呢，比如说英语系，那他们随便训练模型都是1个 trillion 或者2个 trillion 以上的。trillion 的话就是1000个 billion 嘛，所以我们到现在大概还是只有人家的3% 或者4% 而已。所以我们选择是 continue pre-training， 而不是直接从头去做pre-training。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要考量点，就是之前 Google 的研究人员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人员有发表出来这个 Chinchilla Law， 就是你一个参数至少要训练在20个 token 上面，这是会比较有经济效应的做法。所以如果是想说我们只用我们目前手上的台湾的 corpus 去做语音训练，我们可以训练多大的模型？我们就可以训练35除以20嘛，我们大概只能训练到1个 billion 或是甚至到2个 billion 大小的模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刚刚是讲说我们是用Llama 2 13个 billion 13 billion 那所以如果我们是从头继续训练的话，只能做1个 billion， 这相差又差了一个数量级。所以我觉得目前而言，台湾在要做这个语言模型的话，可能做 continue pre-training 还是会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啦，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再去补足额外的这些台湾的资料。
那我们这个第二版的模型呢，我们可以特别确保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 social media 啊、社群媒体啊、新闻啊、那就背说书啊，这些我们都从源头控管说，它一定都是台湾人写的内容，或是台湾人常看的内容，所以这一点还蛮重要的。那有一个我自己小的试验可以分享，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通常模型都会做第二步这种 supervised fine tuning、instruction tuning， 就是指令微调。但是第一阶段 pre-training 做完的时候，我自己会尝试嘛，我自己会去试用看看这个模型。那如果有加入网络资料跟没有加入网络资料的 base 的模型，基础模型差在哪里？没有加入网络资料的模型，它一开始你问他很多台湾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他就会答得比较好。那有一个比较政治敏感，就是你去问他一些政治相关的问题，他回答的就很像台湾人会回答的。但如果是没有网络筛选，有加入网络资料的这个基础模型的话，他本身的回答其实可能就不太像是台湾人讲出来的话。那我们第一版的时候是手动加入很多的这些我们就是手写啦，就是给他一个补充包的感觉，然后让他之后指令微调的时候去做把这个 bias 调整过来。但是第二版呢，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二版它原本就 work 的非常好了，因为它的这些价值观啊，它的 bias 啊，都跟我们台湾人非常的接近。我觉得这是第一版跟第二版，我觉得我自己体感上面，或是最让我意外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从源头控管，其实我们可以减少后面很多很多的功夫。好，那我们这个35个 B 链，我们有训练在 Llama 2的13 B 链，也有训练在 Llama 2的7个 B 链。那预训练呢，长度是4000，长度上限就是 context 啊 ，context 就像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短时记忆力就是他打考题的时候，最多只能往前看4000个 tokens， 然后每一个文本只看过一遍，只看过 one epoch。那如果我们接下来还有再继续再做一次预训练，而且我们资料还是像现在比较限制的话，我们会让他看过可能3到4遍。的这个就是让他多看几遍，那其实是会对这个表现会是比较好的哈。因为今年有一个 paper 叫Scaling Data Constraint Language Model， 他有讲说其实如果他就是训练1到5遍嘛，那他会发现其实到4遍的时候都还是持续变好，但是训练看过4遍以上，他就开始变得比较差一点。那一些技术细节，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就是 fully sharded data parallel， 这就是原本的 data parallel 它会把一些optimizer state 或是一些模型重复抠在每一个 GPU 上面。那我们有办法，我们想要减少这些 overload，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FSDP 这个技巧。那还有同样的 deep speed 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应该说是 FSDP 是DeepSpeed 的后继者。那我想这两个我们都是混用的，就是挑一个来用。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Flash Attention，Flash Attention 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attention 的计算的方式，那就是目前都有支援在最新的NVIDIA 的显示卡，比如说 A 系列的 H 系列。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BFlow 16。好，这是我们刚刚讲 FSDP， 你可以直接替代用 Deep Speed， 这两个字其实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那 Flash Attention 就是利用GPU 的结构让它这个运用 GPU 的架构的 locality， 让它减少 memory 搬运memory 搬运的次数，然后让它计算的更有效率。最后 BFlow 16是这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1年多前的时候Meta 他们有训练一个模型叫 OPT Open Pretrained Transformer， 那他们那时候用的是 Float 16的精度，就是这张现在画面的最下面 FP 16。那最后他们的这个主要负责工程师有在 YouTube 上面讲
讲他们这个 OPT 的 project。那他最后面他这个有人问他说，如果你就是上了这么一课，接下来下一步你会怎么建议接下来的人去进行大模型的训练？他就说用 BFlow 16跟用更多的资料。好，所以可以你看到他们花了那么多钱去做这些这 OPT 的模型的发展，最后精华竟然是要用某一种浮点格式 BFlow 16。那 BFlow 16跟 FP 16差在哪？可以看到说它可以表示的 range 有差 ，FP 16表示的 range 比较小。BFlow 16表示的 range 比较大，跟 FP 32一样。然后它牺牲是什么？它牺牲是它的精细度，它精细度可以表达的就会比 FP 16来的更不精细。当然是不用跟 FP 32来比了。那我想这个业界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减少更多的精度，比如说以前都是 FP 32嘛，没有人在做这个的。后来开始有 mix 的 pretraining， 就是有些用 FP 32，有些用 FP 16。那现在就是用 FP 16就是换用 BFlow 16还是16 bit。那 NVIDIA 最新的 H 架构的 GPU 有用到 FP 8。那 FP 8它又分成2种格式，一个是把那个8个 bit 分配比较多 bit 是在一个是分配比较多在 range， 一个分配比较多的在精度。那它是分别需要不一样的比如说是forward pass 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这个精度比较大的，精度比较大的。然后 backward pass 的话，它是需要 range 比较大的，所以它又发展了新的不同的格式。不过这个整个行业趋势都是在采越来越少这个 bit， 因为它可以减少这个通讯的成本。因为原本要传16 bit 的资料，现在可能只要传8 bit 而已。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业界的趋势。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大型的FP 8的模型的应用哈。那我们在训练第2版模型的时候，其实也有，我那时候有试过 FP 8，不过很可惜的时候，当时的架构、当时的软体的配合度其实并不好。那有些架构已经用上了 NVIDIA 的 Transformer Engine， 就可以调用 FP 8的那个 module， 不过最后是都没有成功跑起来 Llama 2，因为也有我们的这个可以运算的资源也是有限，就没有浪费太多的机器在去纠错了，所以我们还是使用 BFlow 16。不过我想应该接下来也许几个月，大家的这些就是software 用的更 friendly 一点，大家应该会更多人采用 FP 8的这个精度来去做训练，而且也会有更多的课题大家可以克服的。好，所以这个预训练我们就这是 Y 轴是 loss，X 轴是这个 step， 所以左上右下看起来是非常的好。那这就是正常的话应该要的是这个形式。不过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紫色这边它有一个这个 loss， 我们会讲到 loss spike 就是刺的嘛，就是它就刺出来，突然就跳开来了。那它通常是不太会 recover， 因为你可以看到 trend 它就是 loss 越来越往上，这是训练的 loss， 所以它理应上它要下降是绝对是很简单的齁。那它可能这一步可能是遇到了一些 memory 的错误或者是哪一些错误或是一些overflow underflow 造成它这些。那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目前都只能比如说 roll back， 然后把多少当时候遇到错误的资料把它跳掉，这样子。好，那第2步的话就是supervised fine tuning instruction tuning。那我们第1步的话会是去拿很多的这个 instruction tuning 的资料集不管是 human written 或是 GPT generated 的，那我们都有把它收集。那收集起来之后，我们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我们翻译时候用 ChatGPT 来去做翻译，现在总共翻译了大概50多万条，然后我们又自行再去产生，就是用Alpaca 的这个 Alpaca 的精神，那去生成 user 的 question， 就从头并没有用别人的指令资料集，从头去生成 user question， 然后去生成GPT 的这个answer， 然后去做多轮的这种对话。所以最后我们应该是拿到了
接近100万条的对话。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实我觉得这100万条的对话有一点太多了。那因为英文的模型其实从20-30条，他们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效果，20-30万条啦，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接近这100万条，其实可能有浪费太多的算力在做 instruction tuning。我们也许可以把它挑得更精一点，然后我们去专注在于广度。好，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点，就是我们现在还不太没有看到特别的一个应用，然后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应用，我们可以去特别去加强的。好，所以目前的这些指令微调的资料集，就相对非常的公版，跟一般你看到的这些英文模型会看到的题目大部分都差不多，数学题啊、推理题啊，数学就算数嘛，推理题就是问你可能走到往北，再往东，再往南多少几公里，然后最后你在哪里等等这种。翻译题我们特别有训练非常长文本的英翻中跟中翻英，还有一些日文跟中文的翻译。那程式题现在大家喜欢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去帮程式解 bug 嘛，所以我们这个 Code Alpaca 里面有包含到一点点等等，比如说文章摘要、角色扮演、知识问答、创意写作、闲聊，这都是非常的标准的。好，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twlm.com， 你把它打进去的话，就会看到有一个类似 ChatGPT 的那种user interface，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模型聊天。那我们现在大概其实收集到了应该接近7万个 term， 就是7万次使用者跟机器的对答。就是通常都是我一直自己在看每一个 log。那我看完大部分的 log， 我是觉得大部分人都把这些语言模型当作知识问答。我想这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开源的模型，还有我们就是团队是非常小，就是只有我跟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陈云农陈老师。那所以大家会觉得，大家一进来就想说，你这个模型真的有讲那么厉害吗？我来问你说，你知不知道谁谁谁是谁？知道谁是谁是谁？知不知道？你知道台湾大学是什么吗？你比如说你知道清华大学是什么吗？那你知道中国清华大学或者台湾的清华大学等等吗？或者你知道交通大学吗？那你知道阳明交通大学吗？阳明交通大学可能就不知道，等等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会很想要考倒这个模型。那至少因为我们是后着这个 online demo， 所以很多进来的使用者，接近一半的使用者都会想要把这个模型问到，然后问到觉得他这样，然后很不好什么什么之类的。不过我想，就是这个就是real traffic 的长相啦。那当然这只是我的这个网站它长这样，所以可能不同网站可能长得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如果我们接下来这个 project 可能你真的有常常想要把这些东西商业化，做一个很 general 的这种 LLM 的话，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使用者进来他就是想要问到你。那现在大家就因为被 ChatGPT 的这个算是养坏了GPT-4 非常厉害，什么东西都知道。那大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期望管理会很高，大家对你的期望会很高，所以大家冲进来都不是问什么其他别的，都是问知识问答，问你知不知道，问你知不知道等等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模型如果要把这些东西做商用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吧，跟使用者的互动就是期望的管理。如果你主打的也是 AI 助手 ChatGPT 台湾版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相较比较危险。但是如果你把它用的这个例子局限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大家的期望就会好很多。例如之前我做过一个自己的fun project， 我就是做了某一个 podcaster， 那这个 podcaster 非常有名，叫做古癌的，我把他的音档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把它做转成文字档，
然后当时候就是做一个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的这个东西，我就是想说，因为有时候我要找说他讲什么东西在哪一集嘛，现在300多集了，很难找到。那我想知道他哪一集的之前某一个概念在哪一集讲到，或是他某一个概念这个主持人之前是怎么问答的。后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online demo， 那通常大概就只有我自己用了，那时候是用ChatGPT 的 API。那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就会非常的好，因为你很明显目的就是要回答某一个 podcaster 可能之前讲过什么东西，或者他之前对什么东西的看法是什么，这样的期望管理其实就很低，然后你就会觉得他 work 得很好。我想这种小而美的东西，可能是这个业界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比较好达成的目标，或者比较好商业化的这个东西。做这个 general 的 intelligence 是相对非常的难，尤其是在台湾。好，那我们刚刚讲说我这个V1 的模型出版其实不够的台湾，所以我就自己手册嘛，就是当时候我就自己手册，就是用 Base 的模型或者 SFT 的模型，然后就自己去问他 QA， 如果他答不好，就是自己写 answer， 那最后再经过 ChatGPT。换句话说因为有时候我写的字就会比较碎片化、破碎一点点，但 ChatGPT 可以帮我润饰，最后可能就最后有1000多个相关的这种QA。这些例子，这些就是比较政治敏感一点点的。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尽量写的非常的中立，让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向什么立场。好，那这个SFT 的话，我们通常是至少训练个3次，那当然有人训练很多次。那一样，这个 loss curve 看起来就是左上右下，非常的好，非常的正常。好，第3步就是我刚刚讲了twlm.com， 我们这是一个我们 online demo 的网站。那如果你要进来的话，它就是我们会收集你跟这些我们模型的这些对话那之后我们来去进一步 improve 我们的模型。好，那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一些评测资料集上面表现的如何。那有一个资料集叫台湾 Trivia QA TTQA， 它是从联发创新联发科的研究部门 MediaTek Research 发表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题目，他就说古称罗溪，台湾中部，然后台湾最长的河流。那这个的话就是浊水溪，那 ChatGPT 并没有答对。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另外一题的话是中华民国总统国策顾问，然后说孙叔叔说故事。那其实我看这个题目，上一题的话我当然知道这是浊水溪，那下一题这个孙叔叔说故事，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后来我就是问一些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人才知道，他叫孙越。好，那可见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世代差距的。这个大学语言模型可以 capture 这个世代差距。好，最后一题，这个很简单，这国宝鱼大家就是樱花郭文贵，不过很可惜的，这是大家模型都答错。好，刚刚 TTQA 这个台湾这个的评测资料集只是其中之一。这个联发科他们有 publish 整个这是 TC eval 整个4-5种的这些 benchmark 吧。那我们的模型13 billion 是蓝色，7 billion 是绿色 ，ChatGPT 是灰色 ，GPT-4 是黄色。那我们大概就跟 ChatGPT 差不多，然后大概达到9成 GPT-4 的这个表现。但你想说，我们这个模型真的跟 ChatGPT 差不多吗？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哈。那第一个，它这个是只限说在繁体中文的评测，而且第二个，这个就是一个评测集而已，这个没有特别代表，没有特别代表你的真的使用者体验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大型语言模型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不管评测在多高或者多低大家的就是会最后就是会有一个体感的分数。你就会觉得它就是好，它就是不好什么之类。我觉得大部分的评测真的很难去
capture 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模型常常就会有人出一个评测说，或者说 report 说，哦，那你这个 work 得很好，你这个 work 得很差，或者说哦，你在这个评测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烂啦，没有讲说我们评测在哪一个模型很好的。不过大部分模型都是评测说，哦，你在某一个模型评测很烂。第一个通常是我看了说 OK， 那技术上的话，可能就是每次大家 prompt 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因为我们是 open 的 model， 大家 prompt 的格式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其实并不 translate 到，有时候不会 translate 到大家 care 的情境。那你可以看到说，比如说我们刚讲过 NTU 在哪里这个问题，或者什么时候是22，什么是22K， 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店员问你说要载具是什么意思？假设今天有人用我们的模型要去做，比如说一些商业用户、商业应用，是要真的对大量的使用者，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时候，你去回答一个文化上很不匹配的答案的时候，其实这是很不好的。那也许会有这些应用场景，或是说我们想太多。不过就假设先同意在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这种需求，不太有评测可以去，现在不太有评测去可以掌握到这个，因为大家现在的评测还是在于知识或是推理，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知识可以capture到一点点，但是它也终究是一个相关度没有特别高的 proxy 而已。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所以大家可以每一个人，我推荐你自己你要选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当然一定都是从最强的开始选，就从 GPT-4、ChatGPT 开始选。接下来，如果你要用这种台湾的这种模型，因为你可能要落地嘛，你先准备，你最后客户要怎么用，你就怎么测。不管是就算是这个模型 overfit 在你的使用场景，其实也没差，反正你就是要你的使用场景做得好嘛，对不对？所以你最后要怎么用，你就要怎么测。那你如果去拿，比如说我现在秀给你说，我们跟 ChatGPT 差不多，你就觉得在你的场景跟 ChatGPT 也差不多，那这样子就是有一点点超译，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推论，就是你最后要用在哪里，就要怎么测。好，这边有比较详细的这些数字哈，那我们就会讲说加了这个 Common Core 就是网络资料啦，然后它会变得好或不好，那是不好嘛？那如果减少到 Continuous Pretraining 的话，会都不好，等等等的。好，最后要尾刚刚讲，也其实蛮常提到，就是如果企业要怎么应用，企业怎么运用，第一步就是判断要不要落地。那第二，你要落地的话，可以用我们的。那如果你不用落地的话，你要不要看这些隐私嘛？台湾还没有特别的这些隐私相关的法规要求啦。那如果你需要判断这些隐私，就是不能传上网上的话，那你可以考虑这种落地的模型。最后的话就是成本的考量。那落地的模型，如果你的使用量大的话，那相对会比较省成本。不过我推荐说，如果你想要看到有些能力可不可以达到，而且你已经有一点资料的话，可以试试看 OpenAI 的那个 ChatGPT 的 Fine Tuning， 就是线上直接传上资料。那你可以大概知道 upper bound 在哪里，大概可以做得多好。那你有大概如果 ChatGPT Fine Tune 都做不到的话，我想你用其他的开源模型可能也很难做得到，而且你要的 effort 可能是会更多，所以你可以先用 OpenAI Fine Tuning 看看 Upper Bound 上限在哪里，再用。如果真的对于落地还是有需求，再用落地模型微调，然后逼近 OpenAI 的这个上限。好，那我觉得台湾这个就是台湾语言模型的下一步，这边讲的是只包含我们的 project 哈，我没有讲说其他人，比如说其他人在做的哈，因为我对其他人在做的其实并不了解，我只是说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改善的，当然就是架构，我就从最简单的开始讲，这就是架构资料跟应用，先讲架构。那架构现在大家就是从今年2023年底
某一天大家就发现，大家就是这个 MOE 的专家，因为有 Mistral 他们出现了嘛。那 MOE 它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原本大部分的参数啊是存在这个 attention 有做矩阵乘法嘛，或是这个 FFN 就是fully connecting layer 也有做矩阵乘法，大部分的参数是存在这个 FFN 的参数上面，这个 layer 上面。但是如果你一味的把模型增加那模型变得更多层，或是变得更胖，变得更长，变得更胖，你的 inference 你推论，你去做模型的 serving 的时间跟成本就会增加。但是模型参数增加又有一个好处，它的推理跟它的知识存取又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参数变多，就是 FFN layer 变得很肥，但是让它又不要变得太长，就是不要变得太不要变得太高，这样变得太高，它就是 inference cost 会增加嘛。那大家有想出来，这是 Google Switch Transformer 的 paper， 就想出来说，好，那我就干脆把它拆成好多个小 FFN layer， 那每一个 FFN layer 我就叫它做一个 expert 嘛，叫做一个专家。但是我 inference 的时候，每次只 pass 2个或3个或是1个这个专家，就不要全部 pass。所以我可能有10个参数，我每次只都用到3、4个，这样子 inference cost 就会比较少嘛。但是我还是有很高的参数量，那这个你想，在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一定要加一个这个所谓的 router， 去指说每一个 token 它现在要过哪一个专家。那大部分现在用的都是就是过2个专家，那你经过就每次可能是4个 expert， 然后过2个专家，那另外2个就是闲置在那边嘛，就没事嘛，那你的运算量也不会那么大。好，那我们这个是 based on Mistral AI 的 Mistral， 就是8乘7个 billion 的那个 MOE model。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跑了。那目前测出来说，它可以稳定回到中文，而且知识量其实也挺不错了。所以我们目前都是在这个 pilot run 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效能跟资料的调教。我们资料有。相较于第一版跟第2版就是干净许多，因为我们把一些只要是不合理的或是有一点点错误或者是格式错误的，全部都删掉了。好，所以我们就预期说随着我们有更好的资料的干净度，然后再加上这 MOE 站在这个 Mistral 的肩膀上面，我们表现会更好。好，那目前其实 MOE 训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尤其是从 from scratch， 然后或是说 continue pre-train 要非常大量，因为这是大概在1个月前问 NVIDIA 的，在 GitHub 上面问 NVIDIA， 他们说他们目前是已经在 Megatron 里面是可以做MOE 的平行化的训练。那 MOE 特别的平行化是要把那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FFN 参数叫 expert 吧，去平行化在不同的 GPU 上面。那它可能之后就会 support 到这个 NeMo 的 framework 里面。如果到 NeMo framework 的话，我们就会更好用的去做 fine tuning 或是从头 pre-train。那我们刚刚讲到这是这个 expert 的 parallel 嘛，就是 MOE 的那个expert 要放在不同的 GPU 上面，但是放在不同的 GPU 上面，因为相较于之前的这些 data parallel 或是说 tensor parallel 或 pipeline parallel， 它这个 expert parallel 要的沟通量化又更多，因为它中间有一个 O2O 的这个communication 的 primitive 的话的这个 primitive， 那它就会造成节点内的通讯增加。那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大家没有我想这应该是目前大家为什么没有超过8个 expert 的原因啦。因为如果你超过8个 expert 放在不同的节点上面的话，那它的通讯的这个要求又更高，那训练的 throughput 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受损。那这一页投影片是我问这个叫夫昭旭，
它这是有一个 project 叫 Open MOE， 那他们非常的好的 open 了基本上所有东西，他们的训练的 code 啊、资料集啊，或者他们的任何的进度啊。那这是他自己的看法，是觉得目前啊，在现有的这种加速器平台上面 ，NVIDIA 的上面是对 MOE 的训练是比较不友善的，就是做刚刚这种 expert 的 parallel 的这种平行化的运算，所以不过目前 Mixer 他自己是走出成功了一套嘛，那 GPT 4可能应该也是个 MOE， 那他们也成功走出一套，所以接下来 Open Source 可能会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会更着重于这个 MOE 的训练，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软体来使用。那目前我们做的是下面这一套 MegaBlocks 的这一套，那上面这个 Colossal AI 他们也有这个 Open MOE 的 implementation， 不过目前我们还并没有试过。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步。那第二个东西就是资料。那我们现有的资料就是大部分你看几乎一半都是社群媒体上面。那台湾社群媒体其实大家想不外乎就是那几家，那新闻其实也就是那几家。那所以资料的取得，我想社群媒体跟新闻几乎是到一个瓶颈。我们可以一直动态的去收集啦，但是这个不会有太惊人的量跑出来，其实。所以那我们着重于点是什么？就是这个 knowledge base 跟 books 这边 knowledge base 其实我就把它统称是所有的一些文件啊，不管是什么政府文件、法律文件等等这种东西，其实都可以。那 books 呢，就是书啊，书是少之又少。那台湾有很多电子书平台嘛，例如博客来，他们都上面有说十几万、几十万电子书，但是其实这些电子书是很难去做授权的，因为有些，比如说博客来，它可能有的是版权，有可能是可以卖的它是可以卖的这个权利，但它并没有原本的版权，所以你每一个书这样去谈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于就是法律界对于生成式 AI 还有这些著作财产，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解释，可以让我想，如果台湾有特别，比如什么 AI 专法啊，如果定出来的话，大家会更明确的知道哪些路怎么样收集资料是 OK 的，怎样收集资料是不 OK 的。那同样的 Common Core， 因为国外有很多的 project 在做这些Common Core 的清理，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RapperJama 这个 V2， 他们收集了非常非常的多的资料，总共有30个 trillion， 非常多。他们没有做中文，他们只有做英文跟一些别的语系，他没有做中文。所以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我们也会从 Common Core 再爬更多的资料，当然还要需要更多的filtering 的这些方式，不管是 rule base heuristic 这种，或是 model base， 就是 prompt 那个 language model 再去帮你做 filtering， 这个我们目前都是放在我们的待做清单上面。接下来这一步就是应用，那我觉得这也是持续发展的关键。那举例来说，这3个应用就是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那 Ubitus 他们是把这些语言模型做在他们这个gaming 里面的 NPC 的对话，然后或是一些主播等等的，我想直接嵌入到一个原有发展很好的游戏系统的话，游戏的这个生态系的话，就会是很好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因为使用者其实他也没有觉得特别的东西，但是他就突然就发现，觉得我的 NPC 会跟我对话，觉得很不错这样。那另外就是 Character AI，Character AI 应该是做产品化里面做的最好的之一。那听说他们有盈利，那因为现在很少 LLM 公司有办法盈利，但不过听说 Character AI 他们有盈利，那他们就说，那大家可以去试着跟他们玩看一下，就是他们每一个里面很多角色都非常的有趣。那另外一个最右边这个叫做 Pi， 那它是 Inflection AI， 也是在美国加州 Plato 的公司。那他很早以前就会去做，因为当时候我有一次我正在看温布顿比赛，那我就去问他，
某一个温布顿是一个网球的比赛。那某一次我在看温布顿比赛的时候，当时我边看边问他现在的比数是多少，他竟然可以成功的回答我，而且他这个界面设计的非常有趣，他的那个指针在跳动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是跳了非常多下，那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在做搜寻？后来发现他真的在做搜寻，因为他竟然可以知道网球比赛的即时比数，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而且他们蛮早就做在他们的产品里面，至少2023年年中之前我就有试到过了，所以而且他们的取向跟 OpenAI 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这个对话会让你觉得非常 engage， 你会想要继续聊下去，所以我觉得这3个方向其实都蛮好的。所以那回到台湾的这个 LLM， 我们还并没有看到这个台湾特别有什么需求是需要在地化的模型去做的，至少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量的需求。如果说单纯落地的话，其实当然是需求是很多，但是就文化这些东西这一块，我想我们还需要看到更有趣或是量更大的一个应用的话，如果我们有办法去跟这些开发者去做一些对谈，让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我们可以比较有方向性的调教，比如说我们的 instruction 的资料啊，或者我们预训练还要补什么啊，这样子的到终端使用的回馈，对于这个模型开发者，我觉得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好，那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展跟我们接下来的规划。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上我们这个网站，我们网站里面都有连接，点到任何的 demo 或者模型或是 data。好，谢谢大家。